老师上课却不教书，而是拿了一堆白骨骷髅来挑选自己心仪的副手。原来这是学院对特班生的入学考核。自幼失去父母的我，从小跟着师傅神探宋阳长大。师傅将自己毕生所学都传授于我，通过师傅的关系，让我成功进入当地的名牌法学院。丁颖，我考你一个简单的问题，答不上来的话就取消你的资格。这是我的老师，生前为静川大学哺育了无数栋梁，死后自愿捐献遗体，以供未来新生做研究。我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，直接发动师傅教我的动幽之瞳，死死锁定着那具白骨，在动幽之瞳下一切细节再度放大，放大到无可隐藏。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人。这就是你的结论？这具骨架本身就是两个人。从牙齿磨损程度来看，死者是一名50出头的成年人，骨节粗大，男性。可左胳膊的手骨明显没有右胳膊粗大，手掌小巧，这又是女性的特征。再加上链接处的色差，足以说明死者的左臂是后来接上去的。丁颖同学，你还看出了什么？这位死者平时应该喜欢晨练，每天早上有喝牛奶配蛋白粉的习惯，所以虽然年龄偏大，但骨骼极其硬朗。可惜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，长时间的药物激素刺激，再加上各种精神压力，最终让他在一次意外中病发猝死。随着我说话，李老师的表情已经慢慢转为黯然，我有些不忍，却还是补充了一句：对了，他的左胳膊是被重物砸伤，不得已才截肢的吧？李老师泪光一闪，显然没想到我连这个都能看出来。导师是为了救一个小女孩，被从天而降的广告牌砸伤的。从今天开始，丁颖就是我的副手。放学后，正当我在宿舍睡觉时，室友钟子期突然把我拍醒：尹哥，尹哥，快点跟我走！什么情况？女生宿舍死人了，就在我们下面那层。说完，钟子期拉着我就往外跑。赶到现场，此时3楼已经围满了不少人。宿舍门口拉起了一道黄色的警戒线，两边各站着警察。一名老法医正站在距离门口最近的那张床进行验尸。这时，女警官慕容青烟走到了法医身边。刘法医，有什么发现？这个，我做了几十年的检验，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见。这尸体好像有点不对劲。如果我没有看错，这具尸体从上到下没有任何可疑的伤口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是溺死的。老法医有些诧异地盯着我，似乎没想到我远远的一眼就能看出尸体死因，但很快他就恢复了这。我还以为你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线索，原来就只有这些。我不光知道死者是溺死的，还知道他是被人倒踢入水而死的。没错，尸体确实符合溺死的特征，但你说这么大的地方，怎么就把他给悄无声息地淹死了？身边的舍友没一个知道的。答案很简单啊，这是一起谋杀案，宿舍不是第一案发现场，尸体是被人溺水以后偷偷带到床上的，所以才……还没等我说完，这时候突然从外面冒出来一阵女声：不，汪淼是被诗仙娘娘害死的。女警官跟法医纷纷看向人群，原来刚刚大喊大叫的是一个胖女孩。面对围观的同学，胖女孩一口一个诗仙娘娘要来索命，吓得大家连连后退。同学，你认识死者吗？她叫汪淼，是我的闺蜜。警察姐姐，你相信我，是诗仙娘娘，是诗仙娘娘害死她的。诗仙娘娘是谁？诗仙娘娘并不是人，而是我们静川大学流传的一个传说。相传一个双马尾女生在老厕所上吊，死后化为了诗仙娘娘，之后凡是有幸向诗仙娘娘许愿的，都会百试百灵。没错，阿淼的死就是跟这个诗仙娘娘有关。阿淼跟她许愿了。直觉告诉我，汪淼的死8成跟她许的愿望有关，于是忍不住上前。你说汪淼许愿了？她许的什么愿望？阿淼跟诗仙娘娘许愿，想喝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。那愿望成真了吗？说起来挺邪门的，因为第2天就实现了。晚自习的时候，阿淼的课桌上出现了一杯热腾腾的珍珠奶茶。那时候我还问阿淼是哪个暗恋对象送的，结果阿淼跟我说鬼送的，信不信？当时我以为阿淼在嘲笑我，结果问暗恋阿淼的几个人，都不是他们送的。阿淼的脸色也越来越怪，最后跟我说起了关于诗仙娘娘的恐怖传说，说她前一天去老厕所跟诗仙娘娘许愿了。也许是别人送的呢？不会，当时我们专门找了同学问，同学说是一个绑着双马尾的女孩将奶茶放在了桌子上。刚说完这句话，胖女孩仿佛想起来了什么一般。那个女孩绑的双马尾就跟阿淼现在这个样子一模一样。胖女孩的整张脸都白了，身体颤抖个不停。这时候钟子期突然插了一句嘴：不对啊，没人说跟诗仙娘娘许愿会死人的呀，传说不是这样的。我也以为不是这样，可就在那杯奶茶出现不久后，阿淼就经常跟我说诗仙娘娘在找她，向她要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阿淼从那以后就天天做噩梦，跟我说梦见诗仙娘娘跟她托梦，我帮你做了一件事，那你也得帮我做一件事，不然的话我就拿走你最重要的东西。汪淼问诗仙娘娘到底需要做什么事，诗仙娘娘却不说，只是踩着一双红皮鞋，嘴里哼唱着不知道哪里的歌谣。那个时候汪淼都
都快被吓疯了，总感觉有人在暗地里跟踪他。后来我还想带汪淼去看心理医生，可汪淼却拒绝了。那天阿淼还不停地跟我道歉，说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还以为他是觉得浪费了我的好意，结果没想到今天就传来了他的死讯，都怪我太笨了。我现在才明白，原来诗仙娘娘要的东西就是阿淼。可是昨晚我们在宿舍里确实没听到任何奇怪的声音，阿淼昨晚还好好的。汪淼的舍友几个人站在警戒线外面，都说汪淼昨晚很正常，今天早上起来人就凉了。但我觉得宿舍却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。趁女警官跟老法医注意力在那个胖女孩的身上，我顺势来到尸体旁，将尸体的嘴巴掰开，里面居然有一小撮女人的头发，而且根据发质来看，那团头发明显不是死者的。青烟学姐有发现，这团头发不属于死者，很有可能是凶手留下的。不属于死者，我怎么觉得颜色长短都跟死者的一样？死者的头发光亮柔顺，是经过长期护发素护理的，而这团头发虽然进了水，但是发质明显不对，让我闻闻。我凑近那团头发细细嗅着，同时发动不幽之瞳。我知道了，第一案发现场就是学校的人工湖。学霸钢花每天晚上都要去厕所许愿，不管是名牌包包还是1个亿的小目标，下一天都会通通实现。但诡异的是，不久后他却在宿舍嘎了，口中还含了一撮头发。星爷，你来看看这一小撮头发跟死者的有什么不一样？女警官凝眉看了半天，也看不出什么区别，但出于警察的敏锐嗅觉，还是察觉到了一丝异常。按理来说，死者是不会吞入自己这么多头发的。待会儿我们回局里化验一下，到时候把死者肺部积水、鼻腔的水沫也化验一下。我敢保证，宿舍不是第一案发现场。你说的这些都是基本常识，我自然会一一化验，不需要你来提醒。至于你说案发现场是人工湖，这我就奇怪了，小兄弟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莫非你是这起案子的目击者，或者是凶手？没错，就算尸体是溺死以后被拖回女生宿舍，那也得化验以后，才能根据肺部积水以及死者鼻腔水沫确定案发现场。此时周围鸦雀无声，就连胖女孩也止住了哭声，一脸愕然地望向我。我是闻出来的，因为这团头发有淡淡的木棉花香，而学校人工湖旁就栽着几棵木棉花树。死者的手脚干净，身体肯定被专门清洗过，但他吸入的花香却无法洗干净，所以生前去过哪里，尸体会告诉我们的。当然，闻死者的鼻腔跟嘴巴也是可以闻到那股味儿的。什么歪理邪说？通过尸体嘴巴里的味道就能判断出第一案发现场？我干法医这么多年来闻所未闻。小家伙，依我看，要么你是目击者，故意在同学面前逞能，要么就是凶手。除了凶手，我不相信有人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就能做出这么重大的发现。请言，待会让人封锁好现场，别让什么乱七八糟的人进来了。老法医说完，就开始整理东西。你要去哪儿？我现在就带尸体回去化验，看第一案发现场是不是那个所谓的人工湖。要真是的话，青烟，你可别让这小子跑了。我实在理解不了这个人的脑回路，我帮了忙，没有一句感激，还要把我当成杀人凶手。青烟学姐，你相信我是清白的吧？凶手往往就是最不可能的那一个。我简直被他搞得哭笑不得，提脚就要往外走。反正人家已经下逐客令了，我要是继续待下去，兴许真要被当成嫌疑犯对待。然而就在我离开的时候，听到女警官在登记那个胖女孩的名字。同学，麻烦提供下姓名手机号，之后警方可能还需要找你了解情况。我叫张点点。当我听到胖女孩的名字，不禁觉得有些耳熟，似乎是在哪里见过。就在犹豫的时候，钟子期一把就将我拉出了警。小影子，咱们还是赶紧走吧。现在那个法医跟美女警花已经怀疑到了你身上，要是让他们知道你昨晚正好去过老厕所的话，那真是浑身长满嘴都说不清了。钟子期这话说的，就好像我真干了什么一样。不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既然这个法医跟女警官对我这么有敌意，硬着头皮往上凑确实容易出问题，倒不如……不对，你刚才说什么了？我脑子里突然想到什么，钟子期一脸茫然地望着我。咱们赶紧走，免得让那个法医……不是这一句，要是让他们知道你昨晚去过老厕所。对，就是老厕所。我惊喜出声，立马扭头看向那个胖女孩。难怪我刚才觉得她的名字有点耳熟，原来我在老厕所见到过，就在老厕所最后那个隔间的小门上，清楚写着胖女孩跟汪淼的名字。我是真没想到，这个案子还真跟诗仙娘娘有关。但我知道世上根本就没有鬼，就算有，也只是有人在故意装神弄鬼。钟子期想拉着我离开，我却执意待在门口。不是吧，小银子，色字头上一把刀，你现在还敢偷看那个美女警花？要我说，算了，既然人家不领咱们的情，咱们也没必要上杆子献殷勤了。原来钟子期也觉得我刚才故意抢风头，是为了引起那个女警官的注意力。虽然那个青烟学姐长得是不错，但现在的我满脑子只有验尸查案，好早日学成归来，成为师傅对抗江北残刀的帮手。
好不容易等女警官跟胖女孩问完话，胖女孩终于出来了。我顺势跟在她身后，正要上去问她几个问题，结果那胖女孩就跟受了什么惊吓一般，一直四处张望，好像有人在暗处盯着她一样。这人怎么跟小偷一样？小银子，该不会这个张点点有问题吧？有点问题，但还不确定。可钟子期却自动忽略了我的后半句话，大有种将凶手缉拿归案的豪情。那我们还不快点把他逮住？万一能立个功啥的，还能借机接近我的青烟小姐姐。果然，钟子期还没走几步，就跑到胖女孩面前，把她拦住了。胖女孩被吓了一跳。你要干嘛？钟子期半天憋不出个屁来，只瞪着一双眯眯眼往我这边瞟。我不缓不慢地踱步上前，胖女孩立马把我认出来了。你不是刚才那个小弟弟吗？你才小呢，我一点都不小。你是汪淼的闺蜜对吧？我刚才已经把要说的话都跟警察姐姐交代了，你没必要再问我一次吧。胖女孩没敢跟我对视，只是低下头，手指紧张地搅来搅去。你别紧张，我并没有恶意。你不是也很希望查明真相吗？早一天把凶手抓到，你也可以早一天安心。听到我的话，胖女孩立马抬起了头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希望你能把没跟警察说的那几句话跟我说一下而已。我已经把自己所有知道的东西都跟警察说了，还有什么呀？你又是什么人？有什么资格来盘问我？说完之后，胖女孩就要离开。你也去过那个老厕所不是吗？这一点你貌似忘记跟警察说了。胖女孩的脚步瞬间顿住，等回过头的时候，脸上已经写满了惊恐。对，我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？是阿淼，那天阿淼跟我说老厕所许愿很灵，我才去的。对了，之前阿淼还跟我道歉说对不起，我现在明白了，是他觉得带着我一起惹了诗仙娘娘，所以才对不起的。现在阿淼死了，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。难怪刚才她进宿舍的时候，我就一直觉得不对劲，闺蜜死了应该特别悲伤才是，结果她害怕恐惧的情绪远超于悲伤。小银子，你说这事儿该不会真是诗仙娘娘干的吧？我没有理会钟子期的话，反而指着胖女孩。不，你在撒谎。第一个去老厕所跟诗仙娘娘许愿的人不是汪淼，而是你。校花已经死了20年，却经常能看到她在男厕所尿尿。但看到她在男厕所尿尿的女生，不是莫名失踪，就是离奇身亡。原来这个学校流传了一个鬼故事：曾经学校的校花在男厕所自尽，死后化为了诗仙娘娘。相传凡是向诗仙娘娘许愿的，都会百试百灵。但在厕所许过愿的女生都疯了，说看到了校花在男厕所尿尿，接着便离奇身亡。可恰巧有一个丑女孩却完好无损，这不禁让我怀疑，漂亮女生离奇身亡背后的导火索，正是这个丑女孩。张点点，我知道你是第一个去厕所许愿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不光知道你拉着汪淼去许愿，还知道你跟诗仙娘娘许的究竟是什么愿望。丑女孩半晌说不出话，这时钟子期插了一只脚进来。小银子，你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？你是怀疑她杀了汪淼吗？你不要乱说话，阿淼是我的闺蜜，我怎么可能害她？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，你再这样血口喷人下去，小心我报警抓你。抓我？要抓也是先抓你吧，毕竟你跟汪淼都许了愿，没道理诗仙娘娘只锁了她的命，唯独留下你，你说对吗？谁许愿了？我没有。是吗？你不是跟诗仙娘娘许愿要瘦下来吗？怎么都瘦了10斤了，还不认账？听到我这句话，丑女孩腿一软，差点就瘫软在地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啊，论辈分的话，算你学弟。此刻丑女孩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，随后我收起了捉弄她的话语。好了，我知道你跟汪淼的死没什么必然关联，但现在需要问你几个问题，老实回答，可以吗？您尽管问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你跟汪淼是什么时候去的老厕所许愿？我是上周3，阿淼是前天晚上，中间刚好隔了1个星期。第二个问题，你为什么想到去老厕所探险？谁跟你说的？其实去老厕所探险的主意确实是阿淼先提出的，因为最近一直在流传这个恐怖游戏，只不过他不敢去，所以才让我先去探探底。当我在跟诗仙娘娘许愿以后，居然真的瘦了下来，阿淼这才动了跟诗仙娘娘许愿的心思。按理说，在你已经试过的前提下，汪淼应该许个正经的愿望才对，怎么会想要秋天的第一杯奶茶？真是阿淼让我先去探路的，而且平时有什么事儿，他都喜欢把我挡在前面。要是不信的话，你们都可以问问其他舍友，大家都知道阿淼喜欢欺负我，就因为我胖，她漂亮，所以理所当然的把我当成了小跟班。该不会就是因为平时汪淼欺负你，你怀恨在心，这才有了害她的心思吧？不是，我连没煮熟的肉都不吃，怎么会是我？再说了，就算真的有人想害阿淼，那也应该是谢娟。谢娟是谁？你说的详细点。具体的我也不知道，只知道谢娟是汪淼的情敌。我经常听阿淼念叨她，说她狐狸精不要脸，
就会勾引别人的男朋友。我觉得兴许是这些话传到了谢娟的耳朵里，让她起了杀心。可她又不是诗仙娘娘，怎么可能把阿淼害死以后又悄无声息地拖回寝室？照我看，还是诗仙娘娘搞的鬼。我自然不会相信这一切是诗仙娘娘搞的鬼。丑女还见我没有要问的问题吗？脚底一抹油就赶紧离开，生怕留下来会被继续刁难。小银子，我还是觉得这个张点点很可疑，不然的话，他干嘛要对警察撒谎？主要是不想制造误会吧。就算能洗清嫌疑，但学校就这么大，万一被当成嫌疑人带进警察局，以后的生涯就毁了。对了，小银子，你是怎么知道那个张点点也去老厕所许过愿的？因为我曾经也去过老厕所，而厕所小门上都是向诗仙娘娘许愿留下的名字。我还以为你是故意诈他呢，原来厕所里写了，那他的愿望也是写在厕所门后了呗？那倒没有，厕所门上只有名字，没有愿望。那你是怎么知道他许的愿望是减肥还瘦身成功的？当然是靠观察。首先，他的怀里抱着一个刚到货的电子秤，按理说一个胖子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自己的体重，除非减肥已经在他的计划中，这才需要每日称重来看看新的一天自己又轻了多少。其次，因为瘦身的速度太快，他的那件衣服明显不太合身了。这样一来，他跟诗仙娘娘许的愿望是什么？不是再明显不过了吗？小银子，你跟我老实交代，对一个胖子还观察得如此仔细，你该不会喜欢又胖又丑的那种吧？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加快脚步，不想理会这货。钟子期却噔噔噔地跟我跑了下来。就在我即将进入2楼的时候，钟子期一把拉住了我。小银子，你走错了，下面才是1楼。我没走错呀，我本来就是打算来2楼的，因为我还有一件事情需要确定一下。我没走错呀，我本来就是打算来2楼的，因为我还有一件事情需要确定一下。要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，这个很容易办到，可瘦身呢？张点点是上周3许的愿，这才短短1周就实现了瘦身10斤的愿望，哪怕是换成急速减肥药也做不到。小银子，我那个啥，肚子好像又开始不舒服，我在楼下等你。说完，他便捂住肚子跑下了楼，望着钟子期的背影。这家伙真是不讲义气，又把我给丢下了。可眼下查案要紧，我也没顾得上跟他计较，而是再次踏入2楼那空荡荡的走廊。尽管现在是白天，气氛没有晚上那么恐怖，但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原因，总让我觉得这层楼阴气冲天。尤其是想到昨晚瞥到的那双红皮鞋，更让我脊背发寒。我咬着牙一步步向老厕所靠近，同时在心里暗暗安慰自己，没事的，昨晚不都过来了吗？时间仿佛变得很慢很慢，周围静悄悄的，只有我自己咚咚的心跳声。就这样来到了老厕所门口，我深呼吸一下，正想推门，却听到厕所里传来细碎的脚步声。里面有人。没人敢进的厕所，却突然传出了脚步声。我一脚踹开门，只见镜头处隔间的小门敞开着，地上的水渍印着一个惨白女人的倒影，那女人脚下还有一双鲜艳欲滴的红皮鞋。我的眼睛瞬间发直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里面那个人走了出来，他看到我的时候却很意外。小同学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哎呦我去！听到这句话，我长舒了一口气，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了地。原来是清洁工阿姨，刚才我差点就被吓死了，还以为传说中的诗仙娘娘现身。这时清洁工阿姨连喊了我2声，我终于回过神来。我是静川大学新一届的学生，对路不太熟，这里好像不是男生厕所。这里原本是女生厕所，只不过很多年前就荒废了。之前我明明上了锁，不知道被哪个人给搞坏了，还得我重新上报学校申请一把新锁。对了，小同学，你以后可千万别走错路，这个地方呀不干净。阿姨，我着急上厕所，就先走了。我假装离开，趁着阿姨离开后，再次来到老厕所。只见小门上确实写着汪淼跟张点点的名字。我刚松了一口气，随即整颗心都掉了起来，因为我陡然间发现张点点的怀疑对象谢娟，她的名字也在上面，而且在她的名字上画了一个血红的大叉。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谢娟已经遇害了？我感觉到既震惊又不可思议，正拿出手机给那道小门拍照，却听到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，显然是清洁工阿姨回来了。可眼下却逃不掉，我只能假装在这里上了厕所。在摁下冲水键的时候，清洁工阿姨回来了，她跟我四目相对，紧接着就赶紧转身捂住眼睛。阿姨，那个我比较急，就在这里解决了，不好意思啊。说完便提着裤子连忙离开，走的时候还听到身后传来清洁工阿姨的吐槽声。我也没把清洁工阿姨的话放在心上，只是在经过楼下时，专门朝失物招领箱瞥了一眼，只见在那里赫然放着一双崭新的红皮鞋。尽管还不确定汪淼的死是否与诗仙娘娘有关，但考虑到她曾经去过老厕所，这双红皮鞋很有可能是重要的物证，我便将那双红皮鞋收了回来。等把红皮鞋带回宿舍后，我将所见的一切讲给了钟子期。原来那个谢娟也去过老厕所，难道真是她杀了汪淼？那是什么？他跟汪淼不是情敌吗？我怀疑他有充分的杀人动机。我可是看了好多推理电影，里面不少案子的原因都是情杀。我推测谢娟已经死了。什么？而且我怀疑谢娟才是诗仙娘娘案的第一位死者，甚至说还有其他人也在老厕所许愿了。真的假的？那个谢娟已经死了。
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，但我有9分把握，他已经死了，而且死在了汪淼前头。那汪淼就不是第一具发现的尸体了，可之前也没听说死人呀。学校就巴掌这么大，怎么可能死了人都不知道？很简单，因为尸体还没被发现，大家暂时还不知道谢娟出事。这样，你去打听打听，看谢娟是不是已经失踪了。你让我去打听？我一个新生，上哪打听去？再说，人要真失踪了，学校早就贴寻人启事了，怎么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？那也没招了，谁让我们压根不认识那个谢娟？好，我去打听还不行吗？既然汪淼跟谢娟是情敌的话，那只要打听出汪淼的暗恋对象是谁，就很容易顺藤摸瓜找到谢娟了。交代完钟子期以后，我又特地去了学校的人工湖一趟。我立在湖岸边，寻找最有可能的案发地点，却始终想不通一件事：为什么凶手在溺死汪淼以后，没有将他沉尸湖底，而是大费周章要把尸体给拖回女生宿舍？按理来说，这样会大大增加暴露的风险。除非凶手的目标有很多，想要借着诗仙娘娘的传说对多人下手，最后再用这个校园恐怖传说盖棺定论。真可惜，尸体只让我碰了那么一小会，要是能彻彻底底得验得清楚，兴许会找到更多线索。要是师傅在就好了，哪怕只是稍稍的功夫，就能找到至关重要的线索。如今我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这片人工湖是第一案发现场。可是这么大的一片湖，要从哪开始找起？这里又没有什么监控，我只能用最笨的办法，从人工湖的一边找起。按理来说，凶手作案肯定是挑最偏僻的地方入手，以防留下什么线索被发现。但目前来看，那个凶手智商很高，肯定会反其道而行，他会选择大家最常走的路下手。这样的话，就算有什么痕迹留下，也会被后来者很快覆盖。想到这里，我开始在人工湖最受欢迎的几个地方搜索，有很多地方都被踩出了小路，脚印压着脚印。我沿着那些脚印往前走，有很多脚印是结伴而行的，一大一小，应该是男女调情时候留下的。只不过那些情侣的脚印，很多在快到水边的时候就折回去了。我整整折腾了一个下午，把人工湖最受欢迎的地方都找了，都没找到任何可疑的地方。难道是我判断失误了？就在我打算转移目标，从最偏僻的地方下手的时候，这时我注意到旁边的草丛不对劲，那里的杂草明显有被人工拨弄的痕迹，而且跟被人踩踏做过的痕迹完全不同。他们是曾经被重物拖拽，形成了一面倒的方向，后来又被谁专门扶正了。我立马意识到，这里就是尸体被拖回去的必经之路。于是我沿着那里重新寻找，终于找到了一串被掩盖的脚印。可是那串脚印居然是女生穿皮鞋留下来的脚印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脑子里猛地闪过那双崭新的红皮鞋，隐隐有种直觉，凶手就是穿着那双红皮鞋作案的。那双红皮鞋就在老厕所，那凶手到底是在之前还是之后做的案？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返回宿舍，将那双红皮鞋拿过来验证自己的猜想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接到了钟子期的电话。小银子，跟你想的一样，谢娟失踪了。